我是蕊希，花蕊的蕊，希望的希。今天你还好吗？不管你在哪儿，也无论你今天经历了什么，我的声音都会一直陪着你。听完今天的故事，祝你晚安，做个好梦。前几天我在后台看到一条留言，留言里的女生和她老公吵架之后，一气之下回了娘家，然后家里爸妈跟着劝架，告诉她说，你赶紧回去吧，嫁了人还总是3天2头的回娘家，邻居会说闲话的。她最后问我，女孩子长大之后是不是就不再有家了？在我的印象当中，我第一次真正离开家是上大学的时候，我坐着车从北到南，摇摇晃晃地到了大学。4人间的宿舍，我拥有一张单人床和一个单开门的柜子。那几平米的空间，是我之后几年待着最舒服的地方。天气不好的时候，我就窝在床上睡觉，和男友吵架也会在宿舍刷一整天的剧。那几年我对那张小床和我的被子有了独特的依赖感。在我独自离家之后的日子，学校宿舍第一次给了我关于一个人生活的感受。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，在家里的时间也越来越短。我住了很多年的卧室，慢慢被我妈放了很多家里的杂物，用了很多年的书桌，因为老旧，被我爸换成了他练书法的字台。每次回家就像是短暂停留的旅客，摘下行囊，短暂停留，还没等熟悉，就又匆匆离开。毕业之后，我留在北京工作，租的第一间房是一个只有8平米的地下室。我妈知道我在北京工作，打算来看我，但我拒绝了。我说刚上班，工作很忙，没时间带你玩。其实只是因为我不想让她看到我住的地方。那时候我还没有习惯用家这个词来称呼我的那间小屋子。在那之后，我搬过很多次家，从半地下室到宽敞明亮的大开间。我给自己添置过几千块钱的羽绒被，买过音质很好的小音箱，做一锅热气腾腾的火锅，边吃边看电影。我在我的屋子里嚎啕大哭过，也曾开怀大笑。我逐渐开始习惯称呼我租的那个房子为我家。我会自然地跟朋友们说，下班到我家吃饭，也终于有勇气对我妈说，等你不忙的时候，你可以过来住一段时间。有时候我在想，我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把那间出租屋当成家的？后来我慢慢想明白，不是房子换成更大的才能称得上是家，不是一家4口儿女双全才被值得成为家。家是那个真正让你自在又踏实的地方，哪怕它很小，哪怕它并不热闹。去年朋友跟男朋友分手，她连夜收拾行李，拖着2个箱子的行李来我家。明明房子是他们2个人合租的，她也出了钱，可是她还是一刻都不想待下去。因为我的一句你不用着急找房子，想在我这儿住多久都可以，她开始嚎啕大哭。她开始感慨，过去这几年她一心想要建立跟男朋友共同的家，房子里有她喜欢的装潢，有男朋友打游戏的电脑桌，有他们一起养的那只小狗。但这段恋情结束，她才突然之间明白，爱情给人的安全感是有条件的，爱情存在
那个地方才叫家。网上有句话说，女孩子长大以后，在娘家是客人，在婆家是外人。不得不承认，逐渐长大的过程，也是慢慢构建自己人生的过程。曾经为你遮风避雨的家，不再是你的依靠，而将来的人生，又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未知路。于是你开始明白，只有你自己会是自己永远的支撑跟力量。只有你自己给自己建造的家，它不会瓦解，也从未崩塌。